三界中，人妖鬼怪、仙神佛魔分得清清楚楚，天地人三界不可逾越。由于天界的神仙们活了千万年，智商也都变得奇高，唯一能衡量天界神仙战斗力的，就只有修为和法宝。天界的神仙中各司其职，有的神仙是为战斗而生的，也就是战神，而有3位战神被称为天界最强，他们分别是哪3位呢？第3位，诸侯战神二郎真君。二郎神是儒道释三方和古代官方尊奉的神祇。二郎神俊雅一皇，力大无穷，法术无边，通晓8、9玄功，却挺有神眼，手持3尖2刃刀。二郎神流传已久的神话传说有二郎治水、丹山赶日、搜山降魔、二郎擒龙、二郎斩蛟等。随着道教神灵体系的完善，又被纳入道教之中，成为道教中的尊神。在民俗中，二郎神更是一位神威显赫、善于变化、英勇善战的天神，能安四方、护边陲、解民苦、助中兴。外表为特殊的3眼少年神，容貌俊秀，身佩3尖2刃刀，更有神犬神鹰追随其身，神通广大，万般变化。不仅神威显赫、善猎能战，而且正直仁义，为民除害，显圣护民。二郎真君为何被称为诸侯战神？因为他有自己的领地，与天庭分割管理，叫灌江口，有自己的武装部队，眉山兄弟和7200草头神。二郎真君只听调不听宣，本质上还是得接受天庭命令的，所以还是天庭战神。二郎真君的最强法宝是山河社稷图，山河社稷图是女娲传下来的，是上古10大神器之一。二郎真君与孙悟空斗法，每略胜孙悟空一筹，最后锁了孙悟空琵琶骨，生擒孙悟空。二郎神司掌神职甚广，为水神、猎神、护国神、蹴鞠神、系神、儿童保护神、农耕神等，晴水驱病，消灾祈福，驱妖逐魔，护佑国家，无所不及，故百姓顶礼膜拜，敬而祭之。二郎真君乃世间解之男神，内外光明，法力无边，文武双全，侍奉天道，活成神话，利益众生，兼具镇守、降魔、成长全方位功德。连接二郎真君对我们个人的成长、能力培养、情商提升、正直仁义特质、修行出世、世间财富地位成就都有极大帮助。第2位，荡魔战神真武大帝。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、9天荡魔祖师、3元都总管、玄天上帝等，尊居元和千孝府。中国4大名山中的武当山便是真武大帝的应化道场。真武大帝形象非常威武，其身长100尺，披散着头发，金锁甲胄，脚下踏着5色灵龟，按剑而立，眼如电光，身边侍立着龟蛇2将等。元始天尊说，北方真武庙经注，真武帝君原来是敬乐国太子，生而神灵，察微之运。长大成人后十分勇猛，唯物修行，发誓要除尽天下妖魔，不愿继承王位。后遇子虚元君，授以无上密道，连月游东海，又遇天神授以宝剑，入太和山修炼。居24年功成圆满，白日飞升，玉帝下令斥镇北方，统摄玄武之位，并将太和山易名为武当山，意思是非玄武不足以挡之。真武大帝有多厉害，看他的手下王灵官就知道。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打得天庭众将措手不及，就在孙悟空快要打进凌霄宝殿时，被王灵官拦截，孙悟空止步不前。而王灵官正是真武大帝的手下。真武大帝法力无边，能断一切妖邪，能驱一切魔精，能避水火之灾。真武大帝只听玉帝号令，是战神级别的人物。天庭初创时，北天门以外群魔乱舞，真武大帝受玉帝命令降魔，一出手便荡平北方妖魔，被誉为荡魔祖师。后来真武大帝坐降武当山，武当山在南赡部洲境内，以至于南赡部洲无一妖魔敢驻足。右圣咒称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，水位之精虚微上应，龟蛇合行，舟行陆河，威慑万灵。因此
真武大帝属水，当能治水降火，解除水火之患。明代宫内多建真武庙，就为其免水火之灾。第一位，上古战神刑天。上古时期，三界的主宰还未定，一切还在大战中。主要的一战就是黄帝战蚩尤。如果当时蚩尤赢了，蚩尤就是三界的主宰，他的战将刑天也将被封神、封战神。可惜蚩尤败了。蚩尤死后，黄帝隐退，蚩尤部下战神刑天不服，于是又掀起了一场战争。这时候刑天对战黄帝，黄帝凭借着实力断了刑天首级，将刑天的头封印在长阳山。谁知刑天是不死战神，越战越强，他以乳为目，以其为口，趁黄帝不注意，将黄帝斩杀。黄帝死后，刑天基本上三界无敌。上古大神、三清、女娲纷纷前来封印刑天，可惜都无济于事。这时候天际裂开了一道口子，来了一位天外飞仙。此仙不在三界之内，来源于洪荒宇宙，据说修为已有2亿年，他就是玉帝。而那时候盘古开天也就100万年，100万年修为的刑天怎么敌得过2亿年修为的玉帝？被玉帝封印于长阳山，身首异处。众神请求玉帝主宰三界，免得战乱再起。于是玉帝创立了天庭，设置了仙班。三清第一个入住仙班。刑天的故事来源于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这一章节，它里面记载了一段关于刑天的话：刑天与地争神，地断其手，葬之于长阳之山，乃以乳为目，以其为口，操干戚以舞。刑天舞干戚的故事就是从最后一句操干起戚以舞的来。传说刑天是炎帝的臣子，炎帝和黄帝两人因为争端开始了战争，炎帝被黄帝打败了，刑天非常的生气和不甘心，于是他和黄帝大战了一场。刑天虽然武艺高强，十分勇猛，但是没想到还是没有打赢黄帝，最后被黄帝砍去了头颅，倒在了身下的土地上，被黄帝埋进了长阳山的土里。只是没想到没过多久，被砍掉头颅的刑天就重新站起来了。他把自己的腹部躯干当成了第2个头脑，左手右手分别拿着盾牌和斧头，坚韧不拔，勇敢不屈地又开始了战斗，不肯屈服于黄帝。刑天舞干戚这一故事感染了很多人，他坚强不屈、勇猛努力不屈服的态度更是让人钦佩，他不愧为一代战神。刑天他就是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代表人物，就算没黄帝砍掉了头颅，但是心中的意念让他再次站起来了。刑天，中国古典神话著作《山海经》中虚构的人物，他原来的名字叫刑天，后来因为世人的抄录错误，他的名字变成了刑天和刑妖。刑天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战神，武艺高强，虽然他形体残疾，但是还是很受人崇敬。刑天与黄帝争神位，不仅体现出了他不屈服的品质，也将他心中的意念表现得淋漓极致。刑天与地争神这一章节衬托了刑天的勇敢，刑天的勇敢也使得这一章节越发吸引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